这是我的首战，我已经准备好全力以赴。这是我的最后一战，不打算留下任何遗憾。您现在收看的是1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在今天5月10号星期六，我们持续的回到桃园的元智大学，要来进行的是今天7场转播的最后一场的赛事了。今天要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女生组的比赛，东海要来对上的是高师大。现场的温度依旧是24度，不过现场的湿度是持续的下降，因为现场这个太阳公公露脸了。这个看起来比赛是应该可以顺利的进行，稍后比赛就要正式的开始。那这场比赛呢，依旧是由我周伟林以及我身旁的专业讲评威力吴承宪教练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赛平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我们从早上8点钟一路奋战到了现在，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第7场，也就是最后一场的赛事了。稍后最后一场就是女生组的对抗。那待会呢？这个比赛看起来应该也会是非常非常激烈，尤其是我们前面看的那一场男生组的赛事哦，国体跟黎明技术学院，哇，这应该是这个几乎可以当成是一个教科书般的一个对战了。是，刚刚那场比赛真的是打得相当激烈哈，双方都为了抢进男子组的5、6名的排名赛，然后卯足全力。这场比赛是东海跟高师获胜的队伍也一样，会打到明天的第5名的决赛，然后落败的会去排名7、8名，所以一样是一个很关键的排名赛。那东海其实在这个我们中午应该是转播的那一场比赛哦，是0比11输给了国北交大。对，东海的选手的实力跟国北交大确实有一段悬殊哈，但是这场比赛相信两支队伍应该可以带给我们观众朋友相当精彩的比赛。没错。好，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代表着告诉大家，比赛要准备开始了。在赛前访问过了高师大的女子组的选手，他们其实每一位选手的盘龄都相对的年轻哦，最多的就是1年，哦，所以高师的男子组目前已经进入了4强，是，然后明天会打进冠军赛这样子。那现在高师的女子组要抢第5名的门票。好，所以是白色上衣的东海大学先攻。哇，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点，这个阳光其实是相当的刺眼。是在场上身穿白色的是东海大学，是蓝色的是高雄师大。对，深色上衣，所以东海先攻。好，高师大现在采取了一个区域的防守，是。好，东海的进攻，看看这个区域防守在比赛的一开始可不可以收到效果。哇，甚至还想要用脚去防守哈。哦，这个东海的传盘失误，盘权回到了高师大手上。其实已经很靠近得分的区域了。好，现在在高师大的家门口，看可不可以顺利拿下本场比赛第1分。是。好，稳稳的往右边传，但是应该被对方给拨掉了，发生了失误。好，现在高师大还是用区域的压迫防守，让东海一直把盘留在后场哦。是。看起来，因为这场比赛双方现在好像因为面对对方比较压迫性的防守，在几次的传导都没有办法有效的传到位。好，比赛进行了大概2分多钟，要进入到第3分钟。好，
高师大拿下了本场比赛第1分，是，所以是东海率先攻下了分数，高师大应该是高师大率先攻下了分数。好，依旧是先攻下11分的球队，这样可以拿下胜利。我看起来高师大目前还在对于他们的防守与进攻做一些说明哦，因为刚刚看起来其实高师的防守压迫性不错，但是攻守交换之后自己有一些进攻上的失误。东海可能要想尽办法去破一下高师的区域联防哦，不然一直被压在后场也不是办法。对，而且看起来好像刚刚迟迟的没有办法找到突破口。好，看看这次的开盘。好，在空中滞留了蛮长的时间。哇，这个码数好像本来觉得应该可以推蛮高的，但是最后那个弧度因为有带起来，所以飞盘在空中滞留了一段时间。好，现在东海有一个失误，盘权回到高师大手上。对，而且高师大其实也已经过了半场了。好，这一次的正手往前面送，有机会到位吗？但应该是已经出界了。好，盘出界了。刚刚出手的时候，盘子的角度已经不是这么的理想。炫出了右边的边线。对，现在盘权回到了东海大学。哇，东海这个传盘也是一个没有必要的失误哦，因为现在看起来一直被压在后场，东海一直无法持续往前场做推进啊。对，双方好像都是在自己要准备进攻的时候，几次可能比较简单的传导都会发生一些状况。对，现在比数应该是2-0，2-0哈。对，高师大领先。是。对，比数应该是2-0了，深色上衣的高师大2-0领先。看看刚刚的这个第2分怎么得的。好，比赛要进入到第6分钟。好像开赛这个高师大哦，他们在沟通上面其实也花了不少的时间。是，因为飞盘比赛就是一个团体的运动哦，场上7个人算在场上，剩下的板凳选手也会不断的去做沟通哦，让知道接下来如果下一分换我上场的话，我们的队伍现在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是。好，东海好像刚刚是有换了选手。好，东海现在是2分的暂时落后。这一传其实也是蛮惊险的，还好有接起来。高师的防守造成东海的失误哦，而且刚其实是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传导，但是就发生了失误。有机会获得第3分吗？高师大。哇，而且东海好像防守上面迟迟找不到对位的选手哈。对，因为我们正常在1对1防守的时候，我们先看这一盘，有机会接起来就得分了，没问题。高师大获得了第3分，3-0。看一下刚刚这个第3分，好像防守方其实都没有办法追到这个持飞盘的选手哈。是因为我们在平常如果是1对1防守的时候，只要攻守交换，那我们就会对位到我们防守我们的选手。但是如果是区域防守的情况之下，变成是我们一攻守交换的情况，就是赶快要去寻找
漏掉的那一位进攻方哦。嗯所以那时候场上的沟通以及场边队友的一些喊声就非常重要，必须要提醒一下场上的队友谁有漏掉。是。好，高师大依旧是保持领先，不过他们对于每一分其实都还是相当的谨慎。比赛进行了8分多钟，上半场依旧是先获得6分的那一间学校会进入到这个中场时间。应该说，率先获得6分的话，就会进入到中场时间了。哇，但刚这个开盘好像开得并不够远哦。对，像刚刚我们看到其他场次的开盘都可以接近得分线哦，所以这个开盘的部分也是选手们回去的时候必须要做一些训练的。因为刚这个码数好像没有到一半哦。对，那你这样让对方的进攻的距离缩短了，那你的压迫的失误性就变得比较低。对。好，东海往中间送，哇，差点发生失误。很快左边好像有一个空档哦，但是没有接起来，很可惜哈、哦。好像跑的位置有点跟原先预期的不太一样。对，他的转身的方向有点转错边哦。如果他转对边的话，应该是有机会拿下这1分的。以棒球运动来说，我们讲这个外野手接球，有时候你一个判断上面跑错边，其实球可能就像刚盘没有办法接到手，其实是一样的状况。对，没错。好，又接起来，高师大目前3-0领先。好，这一盘，好，2盘都有传到位，好像都还是做短距离的传导。高师大现在的做法就是传完盘之后会把盘倒回去给他们队长，背号3校陈佩琪是。各队队长应该都是场上主要控盘相对比较稳定的选手哦。没错。好，又稍微的退回来。又回到队长手上，没错，戴着太阳眼镜的陈佩琪，37号。好，看起来好像要再回给队长。这是以前我们在场中叫做卫星战术。盘出去之后又回到给我们的那个卫星。是。那现在一个传盘的失误，又回到了东海大学的盘权。因为高师大其实3分领先，但是他们还是每一分都打得相当谨慎。是这个区域防守的压迫性，又让东海大学一个失误产生哦。盘权又回到了高师大手中。哇，接起来吗？没有，掉了。哇，这个正手好像传得稍微低了一点。对，这是正手没有站稳的情况之下就出手，导致飞盘直接落地了。进行了11分钟左右。喂，哇，好像又是一个失误哦，那要准备转手为攻了。好，往前送，可能防守方东海要再粘紧一点点哦，要不然对方已经越来越靠近得分区域了。好，找机会。看要用正手还是反手，这个正手往前传，应该还差几拍哦，就准备要得分了。空间迟迟没办法拉开，好接起来，那就没有问题了，攻下了第4分。现在东海好像在攻守两端都遇到了蛮大的问题，对吗？是，他们现在完全无法突破高师大的区域防守，因为东海的控盘选手相对是比较少一些，所以导致他们一直被压在后场，没有办法有效的往前推进。高师大的部分就是会持续的做什么？做区域防守，好用就一直用下去这样子。那场上的状况可能对落后的东海来讲，一时要解决应该是蛮有难度的。是，这应该是可能平常练习的量的一个问题吗？是，我们都会建议选手说，因为我们平常如果在校内对打的时候，强度如果无法拉高的情况下，建议可以跟其他学校的选手一起做练习，或者是一些友谊赛，这样才能把自己自身的实力给它提升。是。东海已经取得了4-0的领先了。
来看这一次高雄师大的开盘。哦，这一拍还蛮不错的哦，应该是今天开的最好的一次了，距离跟准度都有。哇呀！哇，现在东海又是被高师的一个抄截哦，没错，盘局又回到了高师大手上。东海要赶紧回来防守哦，那么对方已经非常靠近得分区域了。好，这一拍有机会要直接得分吗？哇，其实传的相对的是位置蛮漂亮的，但是后面的跑锋队友并没有意识到会传过来啊。这应该是今天传导最远的一拍了。对，因为前面高师大其实都是比较保守的短距离的传导。东海大学目前是0-4的暂时落后。结果这一拍又是一个正手的直接传导的失误哦。哇，而且这个失误就付出了代价了。第5分。哦，非常快速的拿下上半场第5分哦。好，看一下，刚刚就是这一个正手的传导，一失误之后被对方拍掉，然后很快已经有人偷跑了。5-0了，再1分就会进入到中场休息。这是上半场高师大的最后一次开盘哦。是。好，刚刚其实已经在第4或第5次的开盘之后，有慢慢把这个码数给开远，而且距离也都准度都做得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开盘会不会再有所提升哦？是。开盘虽然场上我们都会说会有几个固定的开盘的选手，但是也希望每一位选手他都有开盘的能力。依旧是由37号的队长陈贝吉来开。好，都准备就绪了。陈贝奇，北拜哦。但是不是开出界了？开出界了，距离是有了，但是方向可以再做些调整了。是。盘权回到了东海手中。东海要避免发生失误啊！刚讲完状况就出现。好，那现在要更加的当心哦，因为发生失误之后，哇，前面的一个反手传盘造成了一个失误哦。对，可能看起来是没有握好盘就出手了。进入到第16分钟，准备进入到第17分钟。看一下刚刚，其实也是想快哦，但是忙中有错。对，因为今天的飞盘是比较湿滑的状况。好，跑出来接货。东海要想办法先破蛋哦。好，往后面送，应该要有队友出来接应才行，要不然这一拍迟迟传不太出去哦。现在这个1对1，好像已经进入到一个死胡同里面了。往右边送，哇，发生了失误了。其实东海大学背号2号的陈雅轩哦，他的反手的能力是蛮好的，所以队友应该要知道那个位置是可以去跑的。你看这片有机会接到吗？没办法，差一点点。如果在空中滞留时间再长一点点的话，可能队友就有机会跑到位了。看一下刚刚这一拍，如果是跑直线的话就有机会，但是选手一直要去找飞盘的话就会过头了哦。因为刚好像有一个弧线。对，平常的长传训练也是必须要有的，是因为飞盘会因为风势、雨势相对的影响就会影响它的飞盘的盘向。没错。哇，那在这个地方发生失误很尴尬哦。接货之后，那就要攻下第6分了。哇，所以上半场好像东海都是这些比较这个
很靠近得分区发生的失误，让对方得分。对，因为其实东海不是没有进攻的机会哦，他们高师大转换成人盯人防守之后，其实东海是有机会进攻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握住，还不断的发生一些非受迫性失误。是，好，所以上半场是高师大率先获得了第6分，所以要进入到中场休息3分钟的时间了，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好，欢迎再回到1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的比赛现场，在位于桃园的元智大学、高雄师大跟东海大学这场公开女子组的复赛，准备要进入到下半场的赛事。在上半场，高师大是多次靠着对方的失误在非常靠近得分区域的地方就很轻松的得到分数。好，下半场比赛双方会跟上半场的第1分会交换场地哦，所以现在双方走到自己的得分区，好，会进行下半场比赛的开始。是，当然也可以鼓励一下东海大学这些同学们。今天其实好像2场比赛出现状况都一样，但是因为短期内要改进是比较难的。那威力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呢？所以平常的一些练习应该是要更增加一些，从最基本的传接盘开始，到跑位、体能以及战术上的演练。我觉得看起来他们在基本功的部分可以再多花一些时间。只是他们如果对于飞盘是有热情的，其实是好事。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比赛，可以回去修正一下自己的一些基本功，或许明天的比赛会有不一样的展现。因为今天其实也经历了2场比赛希望说他们可以修正今天场上发生的一些错误。可是因为大部分都还是基本功的问题，所以这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做调整。是东海大学的选手也都是大部分是2、3年级的学生，所以其实未来的大专杯还是很有机会再更上一层楼啊。对。比赛准备要进入到第23分钟。高师大其实上半场领先，他们的几次传导其实也都还蛮稳定的。结果刚讲完就发生失误，直接打我脸。但是因为比赛也已经进行到快要5点钟这个各队其实都
消耗了非常大的体力哈。对，而且今天是第2天的比赛了，对，所以其实每位选手在前几场的比赛都耗了相对多的体力。嗯哼，好，不错哦。OK， 场上有个 pick call 在后面喂食盘者的部分有个阻挡的问题，是，所以比赛稍微终止了下来。东海0-6的暂时落后。好，现在高师大就是持续的把防守加压，然后迫使对方发生失误。所以东海的这几次传导要做得很到位才行。好，这个反手，又回到队长廖义轩的手上。对，但是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把马术给往前推哦，好像一直在往后退。哦呦，哇，差一点点又要发生失误，在几乎要落地之前把飞盘给接起来。是，现在看到选手们，东海可能是要更多的选手愿意出来做接应飞盘哦。有点危险。对，往人堆里面送，结果发生失误了，所以攻守转换，回到高师大的手中，这应该是他们在下半场第一次进攻的机会。好，也不急哦。这个传盘的失误又把盘权回到了东海大学。没错。好，跟这应该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他们的这2次进攻也好像都是以失误收场。东海，好，这一次是很快的往前面送，但是也是差的比较多。对，前面没有他的队友哦。现在这个基本功就是除了传之外，好像对于力道的掌握也好像还拿捏的不太成熟。是因为我们看这2场直播的比赛，背号2号的陈雅轩是有很好的反手传盘能力，但他的队友好像都不晓得该跑到哪个位置跟他做一个连接哦。所以这就比较可惜哦，这个队友之间没有办法连线起来。对，但是我会建议说，其实这个选手他其实可以跟他队友说一下，当他拿到飞盘，他可以往哪个地方跑，这样子可以有效的往前做推进了。是，场上好像是又有状况出现了，好像要再回到上一拍。应该是场上有一个走步的问题产生哦。好，有接起来没问题。哎呦呦呦哦，有点烫哦，很羞，还好还是有接到。好，东海其实也感觉防守慢慢加压了，至少是盘到人有到了，没有再漏了比较大的空档给对方。哇，这个传盘又是一个传盘失误哦。出手的角度就有点偏差掉了。对，而且其实都已经比了，但是就是差一点点。双方在下半场都是持续的发生失误。可能经过上半场的20几分钟体力也有点流失。对，这一分确实双方失误偏多。在各自的进攻回合都很常是以失误收场。好，那可能从短距离的传导，想办法把码数给拉远。好，往前送，有机会接起来吗？有接到，应该还差1拍或2拍就有机会得分了，差一点点，可能要有人跑出来。好，直接往空中甩，有接起来吗？没有，掉了。哇！刚刚这位选手在传盘的时候，他脚是没有做移动的哦。他其实可以做单脚的跨步，会让他的传盘的距离会比较宽广一些。他双脚都站直直的话，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对。非常可惜哦，就在家门口，但是无法进到得分区得分。好，东海大学现在场上要请求一个暂停了。对，所以东海是喊了暂停。暂停的时间是有60秒钟，所以东海可能有感觉到这个下半场
这个当然对方失误也很多，但是好像进攻端迟迟没有办法有进展，所以这个时候喊了一个暂停。大概在下半场进行到第7或第8分钟的时候喊了暂停。是。目前依旧是6分差距。好，现在他们场上身穿深蓝色的学姐哈，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姐，好回来跟东海大学的学妹们，来做一些指导。看得到场上透过这个暂停，也是互相的沟通，我们的防守策略会是什么，让对手会比较有压力哦。所以各个学校，不管是男生组还是女生组，都有这种学长或学姐回来带学弟学妹的这个好现象出现，也是一个很好的正面循环。哇，好像是在另外一个场地哦，场地2。对，刚这个得分之后，已经有选手冲出来了。对，因为第2场地是高师大对上的是就是2支应该都是要争取冠军门票的晋级冠军战的队伍哈，所以好像刚刚显得相当的兴奋。高师跟国北交大，明天包含这个季军战还有冠军战，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比赛准备要进入到第30分钟。两队在下半场其实也要进行接近10分钟了，但是都没有球队可以攻下分数。好，现在看到东海排成一直线 stake， 好，把两边的空间可以打开一些，从最后一个出来接到飞盘，是。好，看看这一次暂停回来之后的进攻有没有办法让进攻更顺畅一点。哎呀，要回中的时候发生了失误吗？对，发生了失误。然后场边有喊了一个 pick call。对，看一下刚刚79号的张玉平，场上是有走步吗？还是如果是喊 pick call 又出盘的话，应该是 turnover。OK， 就是盘权会回到高师，但是他们现在确认当中刚刚的发生的状况是。好，所以现在要等待场上这个把状况给厘清。但是因为大表时间是持续在走的哦，所以可能东海也要持续这个要赶紧做一个决定哦。可能要早点有共识哦，要不然以落后方东海现在因为时间是没有站在他们那边的。对，没有错，就是场上确认是 pick call 之后，因为出手失误了，所以直接攻守转换了。是。好，高师把盘权给拿回来。没有防守球员追上去哦。再出现了一个 pick， 后面有一个阻挡的问题。对，是由东海喊出哈，盘权再回到上一片。好，在下半场好像状况是稍微多一点的，这当然也跟两队的体力持续的下降有关。准备进入到第32分钟。其实上半场6比0打得相对蛮快的哈，到了下半场反而经过10分钟左右，双方都还没有得分。那这一分的拿下就会对双方士气上面是有蛮大的影响。因为场上已经是下半场进行了10分钟哦，都没有人可以获得分数。哇，刚刚是不是又有一点点身体上面的接触哦？两边现在对于每一个 play 都是锱铢必较。好，这时候往前送，应该还差1拍或2拍，有机会获得第7分吗？差一点点，在家门口喽。对，应该再1拍就可以了。看看有没有人可以绕出来得分呢？好，终于送到位了。哇，这个久违的分数哦，终于出现了，在第32分40秒的时候，高师大攻下了第7分。
好，看一下，刚刚其实就在线旁边哦。刚最后是队长陈佩琪跑出了一个空间。陈佩琪在自己的自介上面写的是，他的位置是负责弹钢琴啊。有可能私底下是有弹钢琴这个技能。就大家在这个大学时期可以多开发一些不同的兴趣了。除了钢琴啦，然后念书之外，还有飞盘，其实各项的任何事情其实都可以多尝试哦，在这个大学最青春的年纪。好，那我们看到飞盘比赛是一个相当团队的运动哦，所以不管你是初学者或是优秀的飞盘选手，其实透过飞盘的互动、沟通、讨论，我觉得这在人际关系上面也会很好的提升哦。对。好，队长陈佩琪来开。这个开盘就开得不错。没错。几乎接近到了对方的得分线哦。是。好，看东海可不可以再借由这波进攻，有效的先得下本场比赛第1分呢？对，因为今天前面的比赛其实也是被对方算是玩疯也没有攻下任何的分数。好像刚刚又是发生了一个失误了。高师的盘拳，7比0。也是一步一趋的要往前面送，看看这个有接到吗？漂亮的传导，直接的touchdown得分，所以下半场得了第1分之后，第2分马上随之而来，还是要靠队长陈佩琪的传导。攻下了第8分，8比0。从今天的比赛看起来，好像各队的队长也都是阵中这个最主要的核心球员哦。对，因为我们的队长大部分的选出来都会以一个相对控盘比较多一些，而在场上有点像场上的教练。我们打篮球都会有控球后卫在场上指导嘛，那飞盘场上我们会有控盘跟跑锋的角色。大部分的队长会以控盘为主，因为他可以在场上做一些指导或者是一些战术的下达。尤其是刚这个陈佩琪，他的背后就是他的英文名字啦 ，Becky。刚在球队不管是需要攻输啦，或者是传导的时候，都是他跳了出来。好，也就是队长 Becky 来开。好，这次开的就稍微比较早落地吼，但至少码数还 OK， 算可以接受，大概有1半。好，有机会守下来吗？好，东海场边一直大喊走了，因为有机会攻下第9分吗？是往回送，还是要找队长？结果陈佩琪也发生失误。好，东海现在应该可以把目标给缩小了，先想办法得1分，今天应该就算勉强可以接受了。感觉现在球队的士气是稍微有点低迷的。这个传接没有沟通好哦。有人偷跑了，接起来应该就要被得分吗？应该还差1步还差1步。哇，跌倒了，哪样？好像太大意了对，还没有无人看守的情况，还没有站稳就想要出盘哦，但是前面有先抠了一个走步，所以又回到了高斯的手上。对，看一下这个 play。应该还差1拍还没有到得分区域，已经举手了，但是应该还要传1拍，结果这一拍没有传好，而且要准备接盘的时候也发生了失误。好，这一盘就没有问题了，攻下了第9分。好，正手往前送。而且都是要接盘的那位选手他都是利用他自身的速度，然后摆脱了防守者之后，就清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对，没错，我们在场上在摆脱防守者，有时候会用时间差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不大大概就100公尺，但是你100公尺跑15秒或12秒的选手，在场上其实一个 V 卡就有可能摆脱对手。因为这个光 V 卡，我们讲篮球场上，
你光是那一拍，其实大概就是可能1秒钟的时间哦，就有机会就得分了。是，比数形成了9-0，进入到了第38分钟。哦，高师的队长陈佩琪好像本场比赛都还没有下去休息哦。对，在场上这存在感非常非常强哦，大部分的攻速都要是以他为主。哦，这个开盘还不错哦。哦，他们现在可能会一样维持一个人盯人的防守哦。嗯，东海要小心。哇，要小心他们这个1对1哈，要想办法把马术给拉远。哇，又是一个接盘的失误哦。没错，接盘的失误。高师大只要再得1分，就准备要听牌了。看起来好像还是要找队长 Becky 陈贝琪。哦，还好有其他队友把飞盘给接起来。哦呦，往前甩，非常有机会，只要接起来就得分。哎呦啊，又是差一点点。哇，好像已经有2次了哈。对，就是在得分线前面的时候，有时候过于兴奋的情况之下，传盘都会有所闪失哦。嗯，当然，刚刚可能多少也受到了防守者的压迫。好，来看看这个 play。目前大表要进入到第40分钟。好，东海要加油了，这一拍开出来。正手往前面送，好，不错哦，这次有送到位，而且摆脱了防守者。还需要可能多几拍的传导，才有机会再把马术给往前推。远距离，哇！结果这一拍也传出了界外。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上一场比赛那个黎明技术学院的短传，其实是有效的可以推进的，这样子不一定要一片就达到得分线前面。我们觉得可以透过每10公尺、5公尺这样慢慢的推进，其实就有机会得分哦。嗯。今天的比赛，当然我们现场直播也都会把影片档会留在网络上面了。这些比完赛的，不管是获胜还是落败的球队，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影片，透过我们的画面来做这个赛后的检讨。对，而且我们的摄影机从高空往下照的情况之下，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跑位是否正确哦，空间感是不是有达到教练所表达的一个。哇，这个失误又产生了，有点可惜哦。而且刚是几乎要往人堆里面送，而且好像送的太低了。哇，双方各回了一个失误。真的是看得出来，体力完全就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对，哦，高师差2分就可以拿下比赛的胜利哦，所以看队长有没有什么样的指示，让的队友可以出来接应。陈佩琪刚好像是把飞盘给稍微甩一下，因为感觉飞盘刚落地之后有沾了一些泥土哦。对，这其实可能会影响到飞盘的飞行。好，远距离，哇！还是陈雅轩哦，他的长传能力是有，但是队友好像都没有往后跑的迹象哦。这可能需要透过沟通或是队长教练的一些指示哦，不然这样其实是蛮可惜的。就感觉好像不管传远还是传近都没有办法顺利的传到位。陈佩琪，好，这一拍送出来，远距离这一拍也发生失误。喂，场上是不是前一拍有状况呢？对，前一拍有个状况，所以盘权又回到高师前一个选手的身上。
22号的潘可晴。好，防守方拍了一下飞盘之后，比赛恢复进行。双方在这几个来回哦，也都是发生了比较多的失误。现在就看谁的把握度比较高了。这一拍有机会接起来吗？接，差一点点啊！哇，这是今天的有可能的第1分啊！最后过门而不入。看一下这一拍，其实传得非常好哎，而且跑的其实也没有问题，差不多到位了哈。对。像刚刚我在跟威力做练习哦，在玩飞盘的时候，威力是有跟我说，其实双手去接盘是不是会比较稳嘛？对，我们叫做3/4的夹接哈，这样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毕竟飞盘在空中在盘旋的时候，它的转速其实是快的。如果你单手接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么熟悉，很容易就喷掉了。好，看一下刚刚这一拍，哇，其实远距离也是差一点点哈。这一拍只要接起来，可能再一拍就可以得分了。所以双方回去可能要多练一些基本的传盘，像刚刚那样子2打1的大空档，应该是可以稳下来拿下这1分的。尤其2打1，因为你人数上面是有优势的哦，但是该拿的分数没有拿到，稍微可惜了一点。东海现在还是在面对他们的心魔，从后场要往前冲，可能要先把基本的这个短传都还是要做好才行。哇，刚讲完就发生失误。当然，我们还是持续用鼓励的方式哦，鼓励东海的选手们。高师大的进攻。好，示意队友的走位，假动作 ，Becky 没有传，这一拍往前送，哇呀，也是差一点点。哇，双方其实在这个时候，感觉两边的体力跟准度都有点下降了，这个其实长距离好像都没有办法收到很好的效果。看起来双方选手都有点在撑膝盖了真的都已经跑到好像完全没力了。对，这时候就看谁相对是比较稳的拿下这1分是比较好的。不然如果持续长传来长传去，其实也蛮消耗彼此选手的体力的。是。因为现在比分是9分差嘛，那如果高师大也迟迟没办法攻下第11分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撑完这个最后13分钟左右了。说着说着，高师大拿下了第10分，没错，最后是找到了91号的选手廖姿雅得分。好，也是把握住对方失误之后的转手为攻，很快箭头跑在前面，陈姿雅一马当先就攻下了球队的第10分，所以听牌了，就差1分了。10-0，比赛准备进入到第47分钟。好，在高师大看起来在彼此指导一下，有可能会守区域防守。队长陈佩琪在跟队友们讨论一下站位的位置。高师大本场比赛最后一次的开盘，对，因为开盘一定是得分之后才会开盘嘛。对，就是说这应该就会是这场比赛最后一次的开盘机会。高师大的 Becky 队长陈佩琪准备就绪。场边也大喊说不要捡。好，没错，他们现在高师大又回到了区域防守。
比赛要进入到准备第48分钟了。东海大学加油，看看有没有机会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破蛋呢？好，比较有把握之后，再想办法把飞盘给传出去。场边好像是有喊说，如果没有的话就往后给。哇，也是创意有，但是就是差那个临门一脚。对，其实刚刚这片进攻方是有机会接到飞盘得分的哦。10比0，就差1分，高师大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好，第一拍接起来。哇，短距离的传导也发生了一个很可惜的失误，那这就应该是东海的机会了。哇，一个颠倒盘，颠倒盘往中间甩，但是甩到了对方手中。现在只要稳扎稳打，高师大只要拿下1分就可以终结今天的比赛了。好，接起来。好，稳稳的，很快把飞盘往前传。但是其实，这一拍有机会接吗？有成功的接起来，没有落地。很快往前面送，哎呀，就差那一拍哦。希望选手不要有事。感觉好像走路有点一拐一拐的。汪欣婷，希望不要有受伤哦。因为刚刚也很有拼劲的，拼了全力，想要把飞盘在落地之前也给接起来。东海的失误哦，沟通上的一个问题哦。哇，那非常靠近得分区域咯。可能这一拍高师大就准备要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没有问题。好，所以比赛最后还是因为失误出现的状况。所以让高雄师大拿下了第11分。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其实上半场比赛高师大很快速的6比0进入了中场休息，但下半场的部分可能体力上面的一些调节上面没有那么理想，导致来回多盘之后，才能拿下第11分哦。是，好，所以我们今天所有7场的转播就到这边完全的结束。那我们明天呢，5月11号星期天，我们依旧会有这个一整天的比赛哦。明天除了有这个冠军战之外呢，另外季军战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那比赛的地点依旧是在桃园的元智大学，所以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今天所有的7场转播到这边完全结束，非常谢谢威力的奖评，谢谢。我是周伟玲，仅代表我们全体辛苦的 Hot Sports 的转播同仁，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的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